他是谢霸最钟爱的徒弟，杀了他，等于向谢家宣战。就说是我杀的，宣战怕什么？谢霸要宣战的是整个苏家，我不怕他宣战，只怕他胆子太小。我走了。等等。戏还是要演足的。跨过安河，便会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。有人来了，速走。唉，可惜了。谢家这代中有意思的人不多，你勉强算一个。若你不是这般病死鬼的样子，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的和你打一场。哈哈哈哈，真是让人没有想到啊！暗河的送葬师也这么的多愁善感。是你，穆家家主穆子哲。你杀了谢繁花，谢霸不会放过你的。在此之后，暗河之中谁又能放过谁呢？或许以后所谓的三家也就只剩下一家。剑已出鞘，何必藏其锋芒？你是穆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家主，难道你不想成为暗河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家长吗？你这个人啊，还真的是挺有意思。我是来杀你的。哼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杀了你。其实，你们口中的哲叔，他是我的父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打探他下落的原因。我的母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，只和我说他是暗河的魁。这不可能。我不是说笑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暗河中人从不与外人通婚，之前也有人打破这规矩，和暗河之外的人成婚生子，但结果却是，其人连同他的一家妻儿老小，皆被抹去了。哲叔是曾经的魁，如今在苏家的地位一时不低，不可能在外有女儿的。哈哈，我方才是与你开玩笑的嘛，你还这么一板一眼的认真回答我啊？你们暗河的魁不是接任大家长的候选吗？那大家长为什么不直接传位给你？这样不就破局了吗？我并非暗河三家本族中人，我是无名者出身。暗河之中，从未有无名者接任过大家长的规矩。所谓无名者，都是孤儿出身，经过试炼后才得此姓，名义上加入了三家，事实上却仍不被视为真正的族人。当年也是因为情况特殊，大家长才让我继任为魁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想把位置让出去，大家长，大家长却没有允许。方才我就想说了，既然受了伤，你在我一个神医面前装什么？抱歉，方才那一战耗费了不少精力，实在是因为担心大家长那边，勉强撑着。那现在呢？撑不住了。我来帮你瞧一瞧吧。生死同，唯有下毒者那里可将其化解的奇毒。沈夜，
我运气疗伤片刻便好，不必担忧。什么运气疗伤？我看不过是用真气强行把伤势给压下去。我们行医的最见不得你们这种不珍视自己身体和生命的笨蛋。我立过承诺，会保护大家长；亦立过承诺，会保护神医。虽然没有立过承诺会保护我自己，但至少在你们无恙之前，我都会好好的。逻辑鬼才苏沐雨，你多休息一会儿吧，不然啊，一会儿打起架来没有力气，那我可就惨了。真是有趣，这朱朝的密室里所放的书，竟都是些杂言故事、演绎小说。难道是怕避难者在此无事可做，供他们打发时间？这写的还真是玄乎。神医，我们动身吧。这么一会儿你就休息好了？你们暗河的人都这么不要命的？我们暗河之中有位前辈叫做穆朝阳，他专门创造了一套关于休息的功法，叫做眠息法。我们可一日只睡1个时辰，在择机歇上那么1时半刻，便可恢复精力。这对于我们学医的人来说呢，就是不讲医学。不论你那个姓穆的前辈说的那个眠息法有多厉害，都是不讲医学。也许吧，但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有用。毕竟我们总是在与时间赛跑。就是辛苦神医了，我们走吧。三家的水已经彻底浊了。哼，可笑的三家中人，还以为自己可以有所选择，可他们从不明白，大家长之位只是一柄剑，真正执剑之人一直都不是他们。苏家有着苏长河和苏沐雨的存在，无法控制。谢家虽然实力不弱，但行事鲁莽，无法服众。只有穆家，都阴狠诡道，但实力偏弱。既要找一柄听话的，那便让他们先自己斗一会儿，我们慢慢学吧。这个穆子哲倒是拉得下脸来求助，那便给他死灭关吧。而我们三关也该亲临战场，看看这最后的胜者了。自然是除你之外都可去，此行可解厄，可赦罪，唯独赐不了福。那便我去吧。好，那便你去。关了那么久，也该出来散散心了。神医，神医且在里面等等，我先出去探探情况。好。穆家少主，穆白。苏沐雨，我在这里等你许久了。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。你忘了，
每一处诸巢中的阵法背后皆有我穆家的手笔，纵然无法窥得全貌，但还是有些踪迹可以追寻的。雪薇带来的消息，你和那位神医都进入了密道之中，那么只要在此等候，杀了神医，大家长的性命就该结束了。可你又比我想象中要愚蠢。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等到的是我，就凭你们，靠什么赢我？撑住，苏女。堂堂穆家家主，就只会玩这些娘娘腔的东西，也无主张计。走。暗河的送葬师也不过如此。就说最讨厌和你们穆家打架，这哪是刺客呀？明明就是变戏法。本以为给哲叔安排的才是苦差事，我来朱巢就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，史策，应该跟他换条路走才对。近身对决，再厉害的高手也会有失手的时候。所以3丈之内，我不会让你近身的。你废话真多。你忘了，我有一个朋友傀儡司用的同样很好，他叫苏沐雨，3丈之外你称无敌，可如今你我不过3尺，那便是我的天地。试过之后方敢确认，你的内力现在已经不足以支撑18剑阵了。如今单靠手中一柄剑和一具重伤之躯，你还能是我的对手吗？看来今日是不能与你尽兴一战了。若非我已用了18剑阵，你又岂敢与我一战？哦，倒是很少见你这般说话。平日里遇到你，怕是连情绪波动都难以见到。看来你是真的急了，想用这样的办法来激怒我。即便如此，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。当年你我并称2家年轻一代第一高手，可你会的，穆子哲也会，而我会的，就连苏老爷子也未曾见过。是吗？你见过我的3才阵吗？此阵是我耗费多年心血所改进，一招一式更是严丝合缝，不给对手留半分机会。苏沐雨，你很快便不能如方才那般自信。别费劲了，他们都长期服用了我穆家新调制的血统术，不知疼痛，只知听令进贡。你的天地转瞬即逝，我的天地，一瞬便是永恒。我抹了毒，对穆家人用毒，就凭你，
我这点毒自然伤不到穆家家主，但是嘛，除非是苏静辉他亲自来，其他的人我不会放在眼里。就当你说的是真的。你要同时对付我们3个人，那你可就没有时间逼出你体内的毒了。现在这些毒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1个时辰之后还不算什么吗？哼，怕是到时候你也得需要那个神医来救你的命。苏长河，你真的是给我很多惊喜。恭送穆家家主。怎么样？方才2位可看到我的表象了？我这次可真是呕心沥血，肝胆涂地，我差点就死在这里了。回去记得在老爷子面前好好美言兄弟几句。主攻击的掌怀剑，主防御的秋风落，再加上主偷袭的白袖剑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不愧是纸伞鬼，竟没过几招就看穿我的剑阵组成。不过你忘了，还有一个我在阵外观察着你的每一招，局外人总是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母生，东南凯门；武痕，镇北修门；武凤，四塔西海。三才阵又如何？剑阵是死的，而剑客是活的。再精妙的阵法，也有破解之道。你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找到破解之法的？我从一个以剑闻名的地方而来，在那里有专门的人研习天下剑法，也有专门的人破天下剑术。我父亲曾说过，若非剑仙，在其面前，没有人有资格提剑这个字。吴建成，你竟是出自吴建成！我未用18剑阵，你便败了。你以为我只带了这3个人？桃花面，是大吉啊！新阳，你来晚了。抱歉，抱歉，这场杀局。那接下来，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树飞花！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旗者，
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穆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。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，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。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明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，那便传信给3家：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影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那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是不是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
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恢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父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
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，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暗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。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班家班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做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
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。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。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木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则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不实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入绝处。我为尔。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1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打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闹走了！缩前之口。
只剩我们2个人了。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，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啊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睡醒了。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
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2次、第3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侯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
先生来此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墨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既是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下。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。
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，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